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谁即将要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带给你们满满的幸福感。那属于你们对的人呢，他是已经出现了呢，还是即将要靠近你们？好，首先呢，我们帮大家抽出雷诺曼的牌卡来对应一下我们的能量哦，来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好。第一张牌是34号牌，24号的爱心牌，25号的戒指。好，我们看一下这三张牌的能量哦。那首先呢，我们出现的第一张牌是34号，这张牌啊是鱼，鱼代表的是一个丰盛，就是数量很多，同时也代表的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流动，就是自由度很高。所以我觉得，抽到就第一组的牌啊，就是你们抽到这一张牌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说，我觉得你的性格或是你的工作啊，是属于比较自由自在，不喜欢受到拘束的。就是你本身是一个蛮有自己想法的人，那有可能有的朋友你们是从事这种比较自由业接案或是自媒体等等的，或者是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性格上就是你们会想要追求一个自由，不大喜欢受到非常多的框架跟一些教条、一些旧有的观念所束缚。那鱼这张牌啊，还有的代表的是这个金钱上的一个丰盛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有在透过你们的时间精力，透过你们的头脑的创意等等的去进行一些工作或进行一些投资，因为在这张牌中我看到一些金钱金币能量的一个流入流出。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努力，透过你们的就是透过你们在工作上投入的心血时间，你们是可以得到实质上的一个回报。这个回报就像这个鱼一样，它是数量很多，会慢慢的越来越多，随着你的投入，随着你的这个记忆的提升，我觉得你们会获得非常多的回报。这个是第一张鱼的讯息。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24跟25号这两张牌，我觉得这两张牌就是非常的这个恋爱感的牌啦。我们看到25号的戒指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谈感情其实蛮注重一个承诺的，它是一个约定，一个承诺，它会就是你们很注重两个人的那个连结，还有两个人的一个契约。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谈恋爱哦，最后的那个结果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会想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可是我觉得这一组的牌你们不是哦，你们不大想要去谈一些没有结果的恋爱，你们会希望你们谈恋爱跟这个人走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是可以有戒指的，你们是可以进入一个合约，是可以进入一个契约的关系的。你们是可以以公开的身份出现在对方的朋友圈跟家人圈中，他会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同样的，你也是哦，对方是可以进入到你的这个朋友圈跟家人圈中，就是他呢必须要给你一定的一个身份，然后拥有这样子的身份之后，你才会有资格去进行很多在关系中的一个权利跟义务。所以我觉得在关系中这种连结，这种深度的连结，这种有契约有承诺的关系，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并不会想要去谈那种露水姻缘，就是你们会想要跟对方走到最后的一个连结的形式是婚姻。也就是说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中去判断一个人他真正爱不爱你，有没有爱在这段关系中有没有很多的给予跟付出的话，你们会
去看到有没有这个戒指，就是对方愿不愿意给你一个稳定的一个承诺，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看到第一组朋友的能量。然后呢24号这个是一个好漂亮的红色的爱心，然后旁边有非常多的玫瑰花哦。那我觉得出现这张牌哦，你们在感情中，你们的感受力其实是很强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中这种感受力是非常丰富的。你们可能就是在外界啊，在工作上，你们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比较有条理的人，可是我觉得在感情中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面貌。你们是用情蛮深的一组，然后呢也容易在感情中受伤，你们的感受力很深，然后情绪很丰富，但这个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于你们所爱的人，对于你们所珍惜的人，对于你们所用心的人，你们会真真切切去付出那个心。所以我觉得跟你们去谈恋爱的这个人，就是你们的对象，其实他会非常的受到你们的这种特质所吸引，因为你们在感情中是很温柔的，是很亲密的，也带着热情，带着渴望来进入到一段关系中。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种执着在，就是你一旦认定一个人，你的这颗心，这颗红色的心，你会持续的为他跳动。你们的感情中，我觉得有非常多浪漫的元素，而且你们也是一个蛮愿意替别人着想，你们是有同情心跟同理心的一组人。好，这个是第一组朋友有关于你们的能量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这个对的人他的一个讯息哦。好，我们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关于第一组朋友们这个对的人的讯息。好哦，权杖8出现了 Child of Wands The Lover， 好棒哦。我们看一下这3张牌哦。第一张呢，我们的权杖8，权杖8是水星在射手。然后第二张牌呢，这个权杖侍者，它是2张火元素的牌。那我们还出现了恋人牌，恋人牌双子座的风元素的牌。好，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呢，这个对的人，他其实离你们非常非常的近诶。你看到我们第一张牌就是很快速发展的这个权杖8哦，而且有的人呢，我看见在你们的这个能量中，有的朋友你们是已经相遇的能量哦，有的朋友你们可能已经这个人就是已经在你身边的人。那如果他没有在你身边，我觉得他的能量上也是离你非常的靠近，他可能就是你这个朋友圈朋友的朋友，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人际网络中和你的人际网络是有重叠的，或者是说你们有在使用相同的一个社群软体，一个交友的软体，或是你们常常会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只是目前还没有辨认出彼此。我觉得这一组牌这个人的能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那我觉得有的朋友啊，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哦，可能是已经现在有在实际相处的人，只是你跟他在相处上，你们之间呢可能之前碰到了一些沟通上的困难，现在是在冷战中，或者是说你们在相处上遇到一些问题，以至于他呢，他的心其实是想要快速的向你靠近，可是感觉上有一些东西让他没有办法就是他的行动力没有办法像他的心一样很快速的到达你的身边。我觉得这个人呢权杖侍者这一张牌哦，他其实对你真的是充满很多的兴奋跟很多的热情。那同时权杖侍者这一张牌里面也带有了一点点的冒险的感觉，也就是说对于你跟他来说要进入到这一段关系，或者是说要重新的这样一个停滞的状况，点燃一把火苗，再去让它燃烧起来，他会需要这个人跟你是有一点点冒险的，他会需要有一点点挑战的。所以我觉得
对于他来说啊，如果你们两个曾经有过一些冷战，曾经有过一些争执的话，那这一张牌出现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在心里，正在为你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他在去处理他身边一些对于这段关系会带来阻碍的人事物的那个能量，我觉得他正在做一个决定，他要跟什么样子的东西告别，然后他希望他跟你的这一把火是可以被燃烧起来，是可以被点燃的。然后我们看到恋人牌，恋人牌它是代表了有一个选择的意思。同时啊，这个选择是代表一个选择的结合，选择的合一。那它有一种就是两个不同的能量相反的两极靠在一起，然后进行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永久不变的，这个结合是一个完整的，是可以带来光跟爱跟温暖跟自信的一个结合。但是在结合之前呢，其实这里也代表了需要有一些突破，然后需要去克服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会出现这3张牌，代表说你跟这个人的吸引力其实非常的强，而且你们两个的连结是非常深的，加上我们前面出现的戒指跟这种爱心牌，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他带给你的回忆，或者是说他跟你相处的那个情景会让你心中有非常多的感动。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在遇见你之后，他会为你去做一些事情哦。好，我们看到恋人牌，这个事情可能是什么呢？他可能在进行一个选择，就是也许这个人他遇见你之前，他是有一个旧爱的，他心里还是有一个人的，那他呢会为你去选择，他在心里要去做一个断舍离，跟旧有的能量做断联，或者是去将它做一个清理，做一个切除，然后让它可以完完整整的属于你，让他的心可以完完整整的属于你。那另外一部分呢，我觉得有的朋友啊，这个人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感情上的这个纠葛，这个纠葛并不是很轻易的说断就断，说处理就处理的。因为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也许你们面对的一个人，他是有伴侣的，然后他又深深的被你所吸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绪上，他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可是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就是我觉得这组牌你们真的有非常非常的相遇之后，有非常非常多想要靠近想要在一起的能量，但是在这边的恋人牌，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要去结合的时候啊，确实会受到其他的能量的关系的影响，会有一点点复杂。不过呢，这个人对你的心是很炙热的，所以我觉得他是能够处理好他身边面临的问题。那第二点就是你跟他的缘分真的很深，你们是这种前世姻缘，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相遇、相知相惜，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对方是非常非常想要推进你们的关系的。我们第一张牌就是权杖8，然后我觉得他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建立深层的连接，走到所谓的一个契约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帮大家抽一下下面的牌哦。关于这个对的人呢，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金币5，金币4，哇，又是权杖牌，权杖5。好，我们看到金币5、金币4两张土元素的牌，还有一张火元素的牌。那金币5呢是水星在金牛，然后金币4是太阳在摩羯，那权杖5是土星在狮子。好，这3张牌啊，我会觉得说，你今天面对的这个人啊，他其实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温暖，这个温暖有点像是填补内心过去的一个匮乏感。
如果你过去啊，觉得在感情中从来都没有被一个人好好的爱过，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在感情中一直都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没有得到什么样子的回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好像扭转你过去对于爱情的观念，他会给你很多东西，他是可以填满到你的内心的，然后会觉得这个人你跟他相处之后，过去内心对于一些自己的不自信，或者是对于自己一些会贬低自己的那个部分哦，你会随着跟他相处之后啊，我觉得你对于自己的信念，对于自己的认知会更加的稳定，然后两个人都会在这段关系中共同的去成长。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看待你的方式啊是非常正面的，你的身上有非常多他欣赏的特质，就是你非常对他的胃。也许你会觉得说，在这个世俗的条件中，你还有很多地方啊是需要去改进，需要去努力，可能需要再瘦一点，或者说我要再去赚更多一点钱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看待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刚好你身上某一些的特质他是非常喜欢也非常欣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出现确确实实呢可以满足你心里一些匮乏的部分，以及去满足你很多的一个盼望哦。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人哦，这边有一张就是一个好像占有欲跟保护的牌，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关系中是蛮愿意为你挺身而出，会愿意去维护你的。也许你过去是那种比较不大会去为自己发声，或者是说去争自己的一些权利的人，有一些就是你们如果是那种比较容易退让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愿意去为你发声的。甚至有些事情啊，他觉得别人在谈论你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公平，并不是这么合理的话，他也会跳出来去为你说话。即使你觉得那个东西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已经觉得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对方眼中他听起来就是很刺耳，他不希望他所爱的人受到欺负。我觉得这个人的保护欲跟占有欲蛮强的，而且他也是会为你就是发声，会为你挺身而出的这种人哦。他真的是蛮珍惜你的，然后他也不大希望你去牺牲你自己的一些权利，去忍气吞声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呢，其实会很希望在这一段的关系中，你是快乐的，你是舒服的。所以刚刚说到你们这一组如果有一些阻碍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会为你去结束那些阻碍，他会为你去结束一些好像旧有的拉扯的一个能量哦，然后让他的身心灵可以完完全全的投入到这一段感情中。那当然啦，在这些牌里面，我看到你们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矛盾的能量。你看权杖五，我觉得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感到一些争执跟不愉快，但是这些争执跟不愉快呢，大家不要把它放大，这就是关系中很健康很自然的一个部分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呢，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去靠近你，想要去跟你走在一块的。只不过我看见他身边啊，他目前所处的情况啊，我觉得他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好，他身边是有一些需要去竞争、需要去争斗的这个能量哦。那我觉得你们刚刚说过你们第一张牌是鱼嘛，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很自由的，虽然你们看似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不自由，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心其实是自由的。而这个人呢，相反哦，他虽然看起来是比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好像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反而是被束缚住的那一个人哦。他其实有点像是被很多人去掐住了他的命脉一样，他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顾虑，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学业等等的一些观感的。我觉得他其实活的并不是能够非常的就是随心自在，在感情上也是，我觉得他是有一些东西
是需要去顾虑，是需要去想的。所以你们虽然都非常的想要去靠近彼此，可是你们目前在当下的那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呢，他可能是就是比较看在眼前的这个问题点，那有另外一个人他是看得比较远的。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虽然感情中会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挑战哦，但是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也不需要去闪避它。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可以透过好好的沟通去疏解这个矛盾的。那两个人要着眼于两个人的这个最高的利益点，就是两个人最后要去的那个方向，而不是专注在两个人不同的观念上的差异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帮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牌。好，然后圣杯六，圣杯一，月亮牌。好，我真的觉得第一组啊，你们比较有，你们的这个能量比较像是一个救人我们出现了圣杯六，如果不是救人的话，我会觉得你跟他相遇之后啊，有这种非常似曾相似的能量，就是有一点你们明明可能在网络上才聊几句，或者是说你跟他认识没有几次，见面不深，可是那个感情的加温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要么这个人他是一个已经认识的人，不然就是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会有非常多熟悉的一个感觉，因为你们的这种姻缘啊，并不是只有今世，你们是累世的就是怎么说呢？之前是有一些业力关系，所以在这今世你们又再次相遇，又再次碰到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对你的这个情感哦，他也就是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一个情感呢？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的时候，就好像眼睛亮了一个光芒一样，他有一种自己也没有办法说明的那个地方，就是被你触动了。他非常想要在你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去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达成一个共同的渴望。所以不管你们面临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挫折，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觉得他其实会一点一滴的想办法去化解，想办法去突破这个一个困难，还包含了他本身一个固定的那个旧有的思想。因为很多时候呢，是他的思想让关系去卡住，让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心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怎么说呢，想的方式不同，但是他想要去的地方跟你想要去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去看你们矛盾的地方，不要去看你们困难的地方，而要去挣脱眼前的那一些你觉得是很不开心、很不愉快、令你很失望的事情，去看到你们两个共同的最终极的那个目标，最美好的那个梦想。我觉得你们两个就会慢慢的找出那一条属于你们自己的道路了。那圣杯六出现在这边呢，还有一个讯息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时候阻碍这个人让他在感情中却步不前的，可能是如果你跟他是一个旧识的话，如果你跟他曾经有过这种连结的话呢，好，我觉得这非常可能是觉得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限制。他觉得过去在关系中，他可能曾经不小心伤害了你，对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那些东西会使他应该说拉不下脸，或是说没有勇气再去靠近你，或是说再去跟你说一些什么。有的时候他想到旧有的事情的时候呢，反而就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一方面觉得很美好，他很怀念你，很喜欢你，然后也很珍惜跟你的那一段
过去，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他过去的某一些举动、某一些的表现，或者是某一些的话语下的太快了，定论下的太快了，他现在有一些后悔，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说。但是我觉得过去啊，跟你的这一些记忆、这些连结点，其实会鼓励的他，让他去有勇气向前，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想要去为你们的关系实现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跟他过去的这些记忆，一方面是让他裹足不前的原因，一方面又是想要让他去靠近你的原因。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他内心的一个挣扎嘛。对，这个人内心其实是有非常多纠结的一个想法。那如果今天啊，你们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新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时候，让他有一种回到这种旧有的这种好像初恋一般的这种温馨感，是无忧无虑的，像孩子一般很单纯的去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明明认识不久，但是我却可以很放下心防的跟这个人去说话，我可以在他的面前去展现真实的我自己，而且有一种他在记忆中寻找的那个人真的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在梦里曾经去勾勒的那个人真的出现在他眼前，他会有一种好像掉入在某一种回忆里的感觉。这个回忆是你是他梦中出现的那个人，你是他脑海中反复想过的那个人，你的出现勾勒起他很多对感情、对于恋爱的那种美好的想象。然后接下来我们出现的是圣杯一跟月亮牌哦。我觉得不管这个人是新人还是旧人哦，他虽然旧人的能量是很大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你们还是连接到的是一个新人，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我都必须要说，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会为你去就是舍弃掉过去一些他心中的纠结阻碍，或者是说在影响他的那些人事物，他非常想要跟你有一个全新的焕然一新的一个恋情，这个恋情是充满希望、充满爱跟充满和谐的。不管过去经历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的心中的愿望是非常强的，他会想要去突破一些在关系中的阻碍，然后得到一个所谓心灵上的自由跟解脱，重新开始一条真正属于你们两个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不论是你或者是他，都不需要在感情中继续的寻寻觅觅，因为你们彼此就是彼此对的人。你知道有些朋友在关系中可能会觉得很心累、很纠结，或是说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说，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不是值得我去付出，或者是说真的能不能够跟我走到最后，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爱跟美好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好运，他也可以说是你的一个好运。其实这段关系是值得你们两个共同的去努力的，它是有很多的机会跟希望的。我们看到这个圣杯一，每一张牌的每次出现一就必须要提醒大家，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可以去被抓住、被显化、被实现出来。那这一切都决定于你们的信念跟你们的行动力，只要你们拿出信心来跟这个人好好的做连接，而对方也好好的去尽他应尽的那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你跟他的这段关系是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的。你们的能量其实很早就已经有连结，而且这个连结并不
那么容易被剪断、被切断。虽然关系中有一些波折，虽然关系中有一些挑战，可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绝对是可以通过你们两个的信念跟努力去显化出一条康庄大道的。然后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月亮牌，月亮牌这边呢会让我想到，就是有一句话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其实你们两个都各自有内心中比较低潮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有迷失的时候，都有自己好像人生中的一个暗夜跟低潮，然后很容易在那个情绪中感到一些不确定跟恐惧，甚至有的时候会想要把身边的人都推开。但是月亮牌出现在这里，它并不是一张不好的牌，因为这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它会引导你们去走向你们真正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哦。月亮牌出现在这边，它通常是一个呼唤，是一个指引，去面对你们心中真诚，怎么说呢？最真实的那个恐惧。当恐惧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个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在你跟他之间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内心中都有一些担忧的事情，可是是对方不知道的，就是你心中有一些对于这段关系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有一些焦虑，但是你可能没有清楚的跟他说，或者是你说了他没有表达出来。同样的，我觉得对方也是哦，对方心中其实是有一些苦衷的，他是有一些他的困难的。如果你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事情，也许你可以更加的去理解他。你跟这个人的缘分真的是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的需要去被珍惜的，因为遇见一个这种能够有话聊，然后似曾相识的这样子的人，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又能够让你们有心里有悸动的感觉。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在茫茫人海中要遇见一个人，然后是可以让你有心中的这种感动，是有心中的那种惊喜，是有那种好像触动心会跳动的感觉，其实不是很容易，对他来说也是。所以你们两个都这么的投缘，然后又有缘在今生再次的相遇，我觉得其实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哦，对方也是，对方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你跟他是非常有机会走入一个真正的契约的一个关系的。那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想要给对方好的东西，也都是想要在这段关系中呈现出自己很好的一面，只是说呢，在这一段关系中，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是说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你们这边会比较想说，是不是就是要退却，或是说要放弃哦？但是我觉得放弃其实是有一点可惜的事情哦。你跟他如果可以好好的去正视心中的这个月亮，这个阴暗面，你会发现其实夜晚并不是只有黑暗，它其实是还有其他的星星的光亮可以去照耀的，就像月亮一样，它在晚上也释放出它柔和的一个光芒。所以这个光芒虽然不像太阳，它是这么的耀眼，这么的好像可以把所有的事物都唤醒一样，可是我觉得你们关系中有一种非常温和，好像是隐约的这种，可能有这个能量存在，它并不是很快的就会把你所吞噬掉。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一开始出现的是权杖八，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也许一开始进展的是非常迅速的，两个人就是很快的想要去一见钟情，想要进入到某一个契约关系，想要稳定下来。可是真的
我看到这一组牌很多是那个中间有经历过一些波折，然后有一些心累的感觉，但是你跟他的连接是没有断的，这种感情啊，反而是陷入比较好像压在比较深层的地方，比较隐微的地方，但是那个东西还是存在的，那个光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要去怎么说呢？望向远方吧，就是你们不要去纠结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哦，或者是说你们不要去纠结自己在感情中曾经遭受的伤害而裹足不前哦。我觉得他是值得的。如果他是一个旧人，如果他曾经犯错，那你们愿意去原谅他吗？或者是说这个犯错的人是你，可是我觉得他会愿意去原谅你，只要你真心的不再去伤害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感情中啊，有的时候谁对谁错不是这么重要，而是就是公平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是两个人想要走下去的那个心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曾经伤害对方，或者是对方曾经伤害了你，这边有一张全新开始的能量。我觉得如果是对方的话，他其实有在提醒他自己，不要好像太快去说一些话，或者是说多多的去顾虑你的感受。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们也看见他的蜕变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机会，或者是说呢给自己一些信心，去相信这个人哦。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人真的是很可能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或者是离你真的非常非常的近，或者是你们一遇到就有很熟悉的那个感觉。我这样形容，你们应该明白我说的是谁。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就是在非常的去寻寻觅觅，好像说我一直找要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真正适合就是真正属于我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样找的过程其实蛮累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想想看，你们身边这个曾经遇到过的人，或者是将要遇到的这个能量哦，你们可以去珍惜。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帮大家抽出动物牌卡来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你们呢？好。抽3张牌。好，我们第一张牌是 alignment， 这个合作结盟哦。大家可以看到3只不同颜色的这个小狼靠在一起。我觉得他其实很想跟你说的话是，他很想要，这张牌让我觉得他很想要跟你好像很亲密、很亲昵的在一起。然后大家有看到这3只小狼是眉开眼笑。Battery is low. Please recharge in time. 这3只小狼是眉开眼笑，是很开心的一个样子哦。这有一点像是人间净土吧，就是不管啊他在外面，或是说你在外面遭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纷扰，但是彼此只要回到彼此的身边，就有一种充电的感觉，就有一种可以很全然的放松的感觉。我觉得他其实非常希望想要跟你说，在这一段关系，他想要去创造出很多很甜蜜的那个东西，很多属于你们2个共同的这个回忆。然后这里啊，也有代表的是希望进入到一个结盟、合作跟契约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段感情他会给你们一个，或者是说他会想要与你走向一个真正的一个未来哦，一个婚姻，让大
大家有看到，除了2只小狼之外，刚刚说过还有第3只小狼，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他脑海中的幸福图像，这也是他想要跟你说的事情。然后第2张牌我们出现的是Merciless 这个男性的能量阳性的牌哦。这边有一只戴着皇冠的这个国王哦，他是野狼中的王哦，大家都要去敬仰他，大家都要去听他的话。这个代表说，不管这个人，你们问的人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他心中其实都有这个很强的阳性的能量在。每一个人都是有阴性跟阳性的能量。那我觉得这个人哦，在面对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非常多阳性的能量。这个阳性的能量，我会觉得他会想要去主导一些事情，这个主导是他希望去守护，一方面他想要去主导，一方面他也想要去守护这一段关系，所以他其实会想要去好好的为这一段关系打地基。我觉得他会想要跟你，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一段关系中不是一个只有拿的人，他会想要去付出他的能量，他会想要让这段关系去蓬勃起来，就是你们2个的结合的这个能量不是只有1+1等于2，它是大于2的，它是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发挥的。我觉得他会想要让你们2个人在一起都是可以慢慢的好像学习，慢慢的成长，让2个人都变得更好。我觉得他心中会有这些渴望，然后他也想要跟你一起成长，一起进步。那第3张牌啊，它是一个，也是我觉得跟前面这张阳性能量的牌有点像，它是讲的是一个竞争，不管在这段关系中会遇到什么样子，他需要去挑战，需要去竞争的事情哦，我觉得其实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哦。那在这一段关系中啊，不知道你们好，如果这个连接到是一个救人的话呢，就是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今天连接到这个人，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会想要去问宇宙说，宇宙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可是必须说，我觉得从目前的牌面上来看，宇宙反而想要告诉你说，想想看你曾经做的决定是因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个人是因为什么，或是说你当初决定离开，决定放弃是因为什么。那你的这个选择一定有你的理由，你想一想，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好像去问一下宇宙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觉得宇宙想要告诉你，其实你内心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其实你们已经知道在这一段关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以及需要克服的是什么。那这个人他的好像跟你说的这些话，你们能不能够去听进去？你们愿不愿意去跟这个人深入的了解，去进入到跟他的这个连结中，或是重新的连结中呢？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牌，这一组的朋友，有的人可能在感情中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哦，也许你们对于爱情已经不是这么的有信心。有的朋友甚至因为一开始就抽到鱼这张牌，你们可能已经想说，好，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也没有关系，我就自由自在这样子好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今天呢，这个人呢，他是愿意向你走来，也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刚刚说过，他是有这些阳性的能量在的。同样的，我觉得在于你跟他的这一段幸福的连接，你们一样也是需要去打开你们的心，去拥抱你心中的这个比较积极活跃的阳性的能量。你们也要去主动的去改变一些事情，你们也要主动的去为这段关系创造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正面的思考是可以扭转现况。如果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正面的思考是可以扭转现况的一个关键，不论是你们目前在生活中遇到的低潮，或者是说在关系中遇到的一些卡关哦。那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缘分啊，是可以持续的连接下去的。在人生的旅途中啊，也许你跟他有的时候会走远，有的时候会走散，可是我觉得最终你们要去的那个最终的目标，最后的那个终点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哦，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在蜕变的旅途中，在一次又一次突破的过程中，我看见的你们并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特别是我觉得你们的三观、你们的观念，也许过去啊会有一些不同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是各自去经历了一些转化之后，我觉得你们会趋于一个比较一致跟吻合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许有的人乍看之下跟你很合，但是其实会越相处下去，你们是会背离的。但是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你跟他遇见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应该都是蛮互相欣赏，但是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折，会让你们有一阵子可能是比较冷淡，或是比较远距，或者是说关系比较低潮的时刻。可是我觉得最终啊，你跟他的这个方向哦，是越靠越近的。你们并不是背对背的行走，你们会是不知不觉，就是你不知不觉，他也不知不觉，两个人又都走在一块的这种感觉。这个是这一组的这个能量哦。好，那最后呢，再来帮大家抽出神谕卡的部分哦。好，我们抽一张神圣的森林的神谕卡。好 ，Secret Spring， 秘密的春天，最后会带来成功。好，我们再抽一张这个地球元素的神谕卡，后等一下一起看一下这两张牌哦。重力。这个重力啊，它是由所有生物共同创造出来的能量场，它就在我们的周遭，而且它可以让星系凝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跟对方之间啊，其实本身就存在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哦，而且这股力量也代表你们关系本身的一个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你们最终呢，它是会怎么说？你们不管现在前往的方向是哪里，或是说你们不管现在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们最终还是会凝聚在一起，因为这个力量就是渗入到你跟他的体内，它会让你们最终是面对面的靠在一起的，你们两个会互相的吸引。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阻挡或是抵消你们之间的这个吸引力，而且这个吸引力，这个重力，它的作用范围是非常辽阔的，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时间，也不用担心距离的问题。我觉得你跟他的这种连结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断掉，除非你自己愿意去放弃，除非对方自己去愿意放弃，就是除非因为宇宙给你们自由选择的意志，除非你自己不想要，除非对方不想要，不然我觉得你们最终就是会走在一起，你们之间就是自然而然的会有这种能量的结构存在。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即将来到你们身边，给你们满满幸福感的这个人，他是谁哦？那你们生命中的对的人，他已经出现了吗？还是即将要出现呢？首先呢，我们用雷诺曼的牌卡来帮大家对应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哦。好，33、21。
9。好，看一下这3张牌。那首先呢，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33号，它是一个钥匙，它是一个形状很古典的一把钥匙哦。那我们出现在这边呢，我会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你们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很关键的，像是突破点吧，可以给你人生带来改变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全新突破的方式。也许你们在某一个状态已经纠结了蛮久了，就是你们也努力了很久，但是好像就是缺少那一个关键的钥匙，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物，或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把你们可以推进到你们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生活跟幸福的生活中。也许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找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新的机会，或者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让你们可以去靠近你的理想的生活。这是我看到第一张牌这个能量哦。那我觉得出现了这把钥匙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说，我觉得宇宙要告诉你们说，你们是有潜能的，因为这把钥匙它已经具象化出现在我们面前，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有办法去找到你们的人生钥匙，去完成你们的那个人生的课题。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你们在寻找那个钥匙，其实就在你的内在，当你更多的跟自我对话，更多的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从某一种限制的局面去解脱出来，跟神圣的力量连接，找到扭转命运的那个关键。好，那第二张牌呢，我们是21号。21号牌它是一个山哦，而且是蛮高的一个山哦，它是一个就是需要去攀爬才可以到达上面的那个山，就是它需要一些努力才可以到达这个山顶。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牌，好，它的这个路径啊，已经并不是一个渺无人烟，就是它的路径大家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是要怎么样通往山顶的，它其实是有路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张牌它其实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景象，它是一个晴天，然后这边有很漂亮的风景哦。那这个山呢，它虽然代表的是一个外在的阻碍、外在的挑战，或者是说呢，可能就是在你们达成的，就是在你们到达梦想的、到达幸福的那个旅程中，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稍稍有一些延误，稍稍有一些外来的事物耽误了你。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你们觉得是阻碍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它是为了要保护你，就是让你去停在这里，稍微的想一想。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边有一个阻碍物出现，但是你们还是有办法绕过去，从旁边绕过去，到达你们想要去的这个山顶。所以我觉得这个阻碍是要让你们在这里，就是说在你觉得精疲力尽没有办法跨越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停下来想一想，你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绕着这个阻碍物，你可以去绕一圈，看一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山的这个风景。那我觉得这一张牌其实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就是你们不要专注于眼前的困难、脚下的困难，你们要看的是你们最终极的目标、最高级的目标。你们的眼睛要望向远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找到你们的突破点。也就是说呢，这个阻碍物出现在这边，它不是一个负面的，它是一个中性的。这个挑战它是需要跨越，可是你们是有办法去跨越的，你们是有能力的。前面这张牌就是一个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案，这个钥匙，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在你们心中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9号牌。9号牌呢，出现在这边是花束，很漂亮的玫瑰花哦。那它看起来是摆在家里的这种盆栽哦。9号牌这边呢，这个花束它代表的是祝福，代表的是欣赏，代表的是这种很和谐、很愉快、很优雅的感觉，然后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魅力，女性化的魅力。那我觉得如果
异性恋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女生的话，这一张牌哦，它代表的是，我觉得在听牌者本身，你们是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吸引人。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外表是那种很优雅，就是让人会觉得跟你相处起来非常的愉快，非常有女性特质的人哦。那如果你是男生在听这一组牌，异性恋的朋友，男生在听这一组牌，会觉得说，今天呢，就是你们心中所欣赏的这个女性，或者说你们心中所连接到对应能量的这个女性哦，她是一个非常外表绝对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就是你光是看到她，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然后对方也是一个就是感觉上是蛮知书达理，然后可以让人觉得很幸福感的一个女性，然后是有礼节有礼貌，就是给人非常的这种舒服温文儒雅，然后又能够很细致很周到的照顾到身边的人。那如果听牌者是女生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们考虑事情想事情都是非常的周到的，你们不大会很鲁莽的去行事，我觉得你们会去想一想，就是你要达成这个目标，你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觉得你们也是会蛮细致的照料到身边的人哦。那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的这个外在应该是还不错的，颜值挺高的，可能自己本身也会这种化妆打扮，或者是对于艺术啊、对于美啊这种东西，好是非常非常的有天分的。我觉得这一组朋友给我感觉的能量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有关于你们的幸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你们的幸福恋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已经出现在你们生命中，还是即将要到来呢？好，宝剑2，权杖6，权杖7哦，好。好，这边呢，宝剑2是月亮在天平，然后权杖6跟权杖7这两张火象的牌，一张呢是木星在狮子，一张是火星在狮子，所以有两个狮子座的能量哦。那这几张牌在说什么呢？首先呢，我觉得你们对应到的这个人呢，跟你们他可能是和你有一些年龄上的差距，或者是说心智成熟度上的一个差距哦。那我觉得因为宝剑2它看起来有一个是修复关系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少部分的朋友，你们对应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旧人，就是过去你们可能有一些争执误会，或者是说外在的阻力，因而淡掉的那个情感，然后宝剑2出现在这边有代表的是一个恢复关系恢复能量的感觉。那另外呢，宝剑2它在讲的是也是一个平衡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这是一段比较平稳的一个关系哦，就是对方会设法在两个人的相处上得到一个平衡点，他会用比较温柔的态度去引导你，我觉得对方也是一个蛮靠谱蛮稳定的一个能量，就是他的特质，我觉得他至少在这个人际处理上啊，他是成熟的，他的 EQ 是高的，不管他的年纪是如何，我觉得他的 EQ 是蛮高的，你跟他相处起来会是蛮舒服的。那另外啊，我们这边有权杖6权杖7，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在关系中算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就是权杖6这边呢有一个桂冠哦，那他可以得到桂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看事情的角度比较正面，他会去看到一些就是困难背后的一个机会点跟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面对爱情的态度他是
有一个很好的展望，就是我觉得他在跟你发展恋情的时候，不管一开始你们的接触的状况如何，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些距离或者是现实的问题啊，我觉得对方其实都会对于他的选择有坚定的一个信心，而且我觉得他好像蛮属于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哦，因为这张牌有一个他会跟你分享好消息，他会想要把他生活中很多的一个美好的讯息带给你的人。同时啊，我觉得这个人的特质哦，他在工作上啊，应该算是做到一个怎么说呢？有一定程度的职位，他可能是一个小主管，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他在这种家族中啊，可能会是这一种大家会去重视他的意见，会去倾听他的意见的人。那如果还是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种领导者、学长学姐，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团体中的这种干部、这种精英，大家会想要去倾听他，或者是说请教他，这边有这样子的能量，而且他还有一个被众人簇拥的感觉。好像很多人，他身边的人都是对他的评价很好，然后都蛮喜欢跟这个人相处，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缘应该不错，而且还蛮容易就可以成为众人眼中注目的那个焦点哦。他的能量啊，是一个能够去影响很多人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他的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会对很多的人、很多的事物有帮助，或者是说它会促成发起很多的一个事情哦。然后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或是说他本身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受到人家称赞，或者是受到人家喜欢。那受到人家喜欢，就是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他本身这个人哦，就是他光是存在在那边，他的人缘就是很好，大家就是很喜欢他。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些事情哦，人家是很欣赏、很赞赏的，然后也真的去影响到一些人，所以他会得到他应有的一个称赞。那接下来呢？权杖七哦，权杖七有一点就是，站在高处看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一根白色的权杖，它是飞在天空中，那跟下面那6根权杖所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权杖七它虽然有一点是孤军奋战的这种能量，可是同时啊，也因为这根白色的权杖哦，它所处在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就是有一种压倒性的胜利，有一种掌握全局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呢在他自己的领域啊，不管是在学习的领域，在工作的领域，在面对竞争的时候啊，我觉得他都是可以从一个比较好像高的角度来看待他所处的那个局面哦。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啊，其实都掌握了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说他可以很有力的去掌握那个事情运行的那个动态，而且他可能常常都是能够去处在一个比较顺风的状态。这也许是他本身的这个出生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是这种人生胜利组，有可能他是后天靠着他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学习，使得他在处理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立足点来鸟看那个局面。那我觉得在感情中，如果呢今天他跟你接触的时候，你身边是有一些竞争者，就像下面这个6跟这个权杖，也许你身边是有一些竞争者的，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些阻碍，有一些困难，或者说你的心思还在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还在这种疗伤，还没有复原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会非常的想要去靠近你，他会想要去伸出他的手来拉你一把，或者是说他会想要去把你和其他的竞争者隔离开来，就是不要让你去碰触到其他的这种竞争对象哦。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有办法的人，才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即使是在一个比较竞争的爱情关系中，他也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位置哦。那另外呢，我觉得在你们两个的这种爱情的这种
领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上，如果呢是受到外力的攻击，他也会想要办法去抗争，或者是说保护。他是一个蛮能够去捍卫你们关系的人，他会去挺身而出这样子的人哦。同时啊，刚刚说过，他所处的位置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希望他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对方会蛮在意你。是怎么来评价他这个人的？就是他会希望他在你心中的那个姿态是胜利的姿态，他会希望，在你的那个眼里啊是独一无二的。你给别人的东西跟给他的东西不能够都一样。如果你给他的东西跟给别人的东西是一样的，他就不想要了。所以他觉得他想要得到你心中那个独一无二、很特别的位置。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会去坚定信念的人，一旦他决定了他要走这一段关系，走这个感情，他就会下定决心往前走，然后去取得那个最后的胜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也不是一个退缩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去主张自我，能够去明确的明白自己要什么，然后去想办法去达成目标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他在爱情的表达上，我觉得他也是蛮真诚的，因为他很渴望一段就是双向奔赴、长长久久的感情哦。我觉得这个人在跟你相遇的时候，他可能在很多方面，就是人生中的很多方面都是已经渐渐的稳定下来，或者是说虽然还没有很稳定，但是他心中已经有一个目标，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唯有感情这一块啊，都是一个空缺。虽然这个人他之前可能也认识过一些人，或者是说进入过几段感情，或是曾经有过婚姻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在遇到你之前，他一直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他的心定下来，或是放下来。就是他身边的人一直都会让他有一个缺乏感，好像缺少了什么。那你们的出现啊，真的是有让他想要去奋不顾身，想要去突破阻碍，或者是说不顾一切来到你生命中的那个能量哦。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出现，你们的这个能量是跟他以前遇到的人完完全全都不同的。也就是说啊，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前任，或是前前任，或者说之前暧昧的那种感情的对象的这个特质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是一个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可是他特别的被你所吸引。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你就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爱，并不会是说把你当作是一个疗伤的工具，或者是一个过渡等等，我觉得都没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牌，来看一下隐士牌。命运之轮出现咯。好，死亡牌、死神牌。好，我们这边呢出现的3张牌都是大牌，能量非常的强哦。我们隐士牌是处女座的牌，那命运之轮呢，它分别对应到4个固定的星座和4个元素哦，是天蝎座水，还有狮子座是火，还有金牛座的土，以及水瓶座的风。那这个死神牌它代表的是天蝎座，所以刚刚我们有重复的星座，大家有听到的是狮子座的能量又重复了。好，我们那这3张牌在说什么呢？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隐士牌啊，这个人呢，好，他有点像是在遇见你之前呢，我觉得他可能单身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呢，他遇见你之前虽然也进入过关系哦，可是他的心啊一直是处于在一个孤单的状态，在一个隐居的状态哦，他并没有把他的心真正的敞开去交给别人，可能他身边也没有遇到他看的对眼的对象，或者是说即使他身边有这个伴侣，但是他会觉得好像就是缺了一点点什么，没有这么的契合哦。可是呢，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这个隐士的状态哦，会
被你好像打翻一样，他会愿意从他的这个小屋中走出来。那我觉得刚刚说过，这个人的他是一个蛮靠谱、蛮稳定的能量。我觉得他在遇见你之前，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自我整合跟自我突破，所以在进入到新的这个恋爱经验之前呢，我觉得他会有一种比较内心孤单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孤单呢，他并没有非常多的这种悲痛在，相反的，我觉得这个孤单是一个有深度的孤单，有深度的这个了解，以及他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好像看待问题的角度会越来越清晰。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遇见你之后，他已经他的心态上已经有所调整，这个可能是他跟他过去的经历有关。因此呢，你们在相遇的那个阶段、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会是比较心境上会是比较成熟的。那刚刚有说过，少部分的朋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旧有对象的再次连接我会觉得说，好，他离开你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离开他的时候，有点像是他退回到某一个隐士的状态，他往后退了，他想要去看清楚，他想要去诚实的面对他自己，也诚实的面对他跟你的关系。那之后呢，等到他想清楚，然后想明白之后，他其实会从这个隐士的状态中走出来。当他自己达成一个自我的整合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命运之轮我真的觉得你跟他的相遇是由非常非常多的巧合所串联的，就是有点像是蝴蝶效应吧，一个巧合牵连着一个巧合，只要其中少了一个元素，你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相遇了。所以你们的相遇它是一个必然的，必然会去被推动，必然会去被达成的。可是对于你跟他来说，可能都是觉得很意外，就是为什么会坠入情网呢？就是没有想过会跟这个人发展成一段关系，或者说没有想过会在那个时间点遇到他，那出现这样子的关系，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命中注定。那有些朋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这个双向奔赴的对象，你们可能本来就已经认识了，就是有关系，但是并不是到这种很深入的交往那命运之轮出现在这边也有代表的是过去的目前的现况开始推动，开始转变。那你们某一种关系结束，就是你们可能从暧昧中结束之后，进入到一个两个人愿意手牵手，愿意共同认真对待彼此的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说呢，你们本来是这种好朋友，或者是说旧情人等等的，然后呢，你们的这种好像旧有的那个相处模式结束了，然后在原本的关系中注入到新的能量，你们可能从一个断联的状态中，那个模式结束了，新的能量是指你们两个人在能量上开始连接了，开始互动了，两个人都意识到两个人在相处上需要改变，需要做一些调整等等的。那如果是单纯单身的朋友，我就觉得好，你遇到的这个人真的你跟他的这种见面非常的，我觉得有这种戏剧性或者是说浪漫性的元素在里面。你们可能已经单身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对于爱情已经有一点点害怕，有一点点不信任，但是我觉得他的出现有一种就是在命运之轮的转动下，以前那些不好的桃花、不好的人事物都已经远离了，然后命运之轮这个命运它带着新的机会跟新的桃花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这个人他会让你有一种全然不同的体验跟感受那也因为这张牌是命运之轮，我会觉得他今天对于你对于他的感情他是蛮有所追求的，而且他的追求应该就是非常的简单跟直接，你们绝对可以去明白他的这个心意，他其实不大会去弯弯绕绕，我觉得他在感情上的表达是一个蛮直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
他可能过去真的是寻寻觅觅很久了，都没有找到这么样子让他心动的人哦。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外观，你们的外形，你们的颜值啊，基本上应该是蛮符合他心中的这个理想对象的标准，所以也许他在跟你们还没有谈到很深入的话题，没有谈到什么内心的那种心灵层面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就是光是看这个人的气质、形态、仪态等等，我觉得他就是对你非常的有感觉的。然后我觉得他并没有想太多，真的是没有想太多，就想要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啊，对他自己是蛮有想法的，就是对于他的这个事业，对于他的这个成绩，就是说对于他人生在什么样子的阶段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目标的。同时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去拿出成绩来，拿出成果来的一个人哦。他其实有一种让我觉得是蛮自由的能量。这个自由是指他的思想，他的表达上，我觉得他的思维上给人一种跳动的感觉，一种大格局的感觉。就是呢，我觉得他蛮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好像任性吧，有一点点执着，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这种特质是蛮有魅力的一个能量哦，就是他不会走那种寻常的路，他不会走那种很多人走过的路。当然，如果今天这个很多人走过的路也是他想走的路，他会去走的。但是如果他今天想要走的路跟别人不同，他也不会去害怕等等。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创新的人，然后蛮有自己个人特质魅力的那个人。我觉得也是这一点他会蛮吸引到你们。那我觉得命运之轮出现在这边啊，其实你跟他真的是可以去聊天聊到一块，然后你们的这个价值观跟三观大致上是吻合的，就是说我觉得大致上都是可以去调整的。那有一些细节，当然你跟他是有一些互补的能量，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会影响感情的发展，就是你们大致上在三观上其实都是能够去欣赏彼此，就是他会欣赏你身上那些他没有的东西，然后你也会去欣赏那些他独有的特质而你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既能够互补，又能够在某一些重要的人生的这种价值上，人生的思维上达到一个共同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死神牌。那从隐士命运之轮到死神牌，我真的觉得这一段关系出现在你们身边为你跟他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突破。有点像是两个人人生中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也许你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经历一些人生的变化，比如说搬家或者是说毕业，或者是说一段感情的一个结束，然后要就是心情上有一个很大的转换，或者是说他在工作上升迁升职，在人生中有一个新的开始等等。也可能是你这边就是在生活中有一些变动，职位上有一些变迁，或是居住地有一些转变等等的，这样子的能量其实是非常的强的。那也许你们会不明白为什么恰好会在这个时间点遇到他，可是其实从这三张牌的顺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命运的一个机缘促成的。那也是因为命运让你们相遇之后，我觉得他其实愿意去在感情中这一块更加的敞开，更加的去面对他真心所想要的这种期待的感情。因为他可能之前一直都不相信说他有一天可以遇到真的是很符合他心中理想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个人在感情上，他可能都已经有一点淡定的这种心态，就是他可能已经好，就是把这些精力啊放在他的工作或是其他的兴趣朋友圈上，就是他已经对于爱情有一点熄灭了。但是啊，命运之轮把你送到他身边，真的是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能量哦，然后是一个非常新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会非常的想要跟你靠近。同时啊，这是一个互相吸引的能量，我觉得你也会想要去缩短你跟他的一个距离。那这个死神牌、死亡牌出现在这边呢，我会觉得你或者是他你们都要为了对方去放弃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放弃一些观念，或者是说放弃一些旧有的能量。可能是他必须要去做一些旧有的人际关系的断舍离，或者是说呢，他必须要去道别他旧有恋爱关系中的一个前任的一个能量哦。那或者是说你这边呢，你必须要从之前的感情的不好的那种状态，你去跟他做一个告别，就是那个状态到达了一个终点之后呢，你们两个才可以去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我觉得你们都会愿意下定决心为对方去做一些事情。那你们会去，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对方去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形态、想法，或者是说居住地，或者是说对方愿意去为了你改变，那你们两个都会为了靠近彼此啊，去好像用尽全力，就是用尽全力为两个人的人生带来一个新的突破跟新的连接。那我觉得你们之所以愿意去这样子重生，因为重生那个过程中，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痛苦，有一点点撕裂的。可是我觉得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不会感觉到痛苦，也不会感觉到很挣扎。相反的，它是一个很期待的，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盼望。你们都很期待你们两个人的那个未来。我觉得在这个死神牌的这张牌给我感觉它的转化力量是比较温柔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对方他有一个很温柔的力量，他会想要让你去放弃，或者说让你去做一些原本可能不会去做的事情哦。那但是这些都是对于关系是好的，或者是改掉一些也许你在关系中的一些坏脾气等等的。那这种力量是一个很温和的推动，就是他愿意，就是怎么说呢？你愿意为了他去做这些，你是心甘情愿的。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其实因为前面是这个隐士牌，我会觉得他其实对于感情啊，某一部分也是有他的自己的那种标准，要说是吹毛求疵嘛，就是我觉得他看人真的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然后这个标准也不低，所以我觉得要被他去喜欢上的你们，这个能量必然是非常的美好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稳定靠谱的人，但是我觉得他面对你的时候，他在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心里反而没有那么笃定，因为你们是他很欣赏的那个对象，所以变成说他跟你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在面对其他事物的那种自信反而没有了，因为他会觉得你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挑战在他的生命中，所以他有的时候在你们两个还没有很确定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有一点点忐忑的，虽然他的外在看起来很淡定，但是我觉得他内心是有这种忐忑的能量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哦。第二组的朋友，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星星牌，金币6，好，金币3，很棒耶。刚刚说过啊，前面有说过，他本身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哦。那这边出现了这个星星牌一样哦，它是一个幸运星的能量哦。我觉得
其实你跟他的结合啊，不论是对你跟对他而言，生活跟这个经济的状态都会越来越稳定。你是他的幸运，他也是你的幸运。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会因为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感情的稳定，对于人生呢会看到更多的希望，对于未来会有更多的期待，而且你们也会感觉到自己的运势好像越来越好，就是这一段感情会让我觉得，身心灵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可能也会影响到你们其他的这种工作或者是生活，你可能在工作上会更有干劲的这种感觉，因为心里有了一个依靠之后啊。在精神上，在情绪上就会更加的稳定，而且我觉得这张星星牌啊，也有一个灵感的感觉，就是假设这个人呢，他的工作是需要比较费脑筋的、烧脑的，或者是说他是需要常常去表达的、跟人家沟通的，或者是说需要一些灵感的这样子的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他的那个幸运星，你们就是他的那个灵感的来源哦，你们可以让他好像刺激到，给他非常多新的点子、新的想法，以及一些生活上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张星星牌出现在这边，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雀跃的能量哦。一开始这个人他可能是像这种隐士一样，在心里默默的去观察，默默的去好像隐藏自己的情绪，然后看一下那个局势的变化。那经过这个命运之轮的推动，两个人确定要结合要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整个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他的行动会很快，他会很快的想要去跟你完成人生中的这个里程碑。我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真诚的，然后他也愿意把他心中很多的那个心底话去跟你分享。星星牌在这边呢，有一个非常诚心诚意的能量哦，就是我觉得对方是非常非常敞开的，因为你们就很像是他的北极星，就是不管他今天做什么事情，还有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你们就是他的那个北极星，他会因为你知道他最终想要去的方向是什么，他会有一个聚焦，他会有一个焦点，因此啊，他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上，他都知道他本身的这个原则不能够去背离你跟他的一个情感。也就是说，我觉得他在感情上是非常非常珍惜，然后也不大会去乱来的人。很多时候啊，他都会去考虑你的感受跟你的一个心情哦，因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的内心其实可以得到滋润跟滋养，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灵感，这些东西都是他没有办法在别人身上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会非常的想要去珍惜跟保护这一段感情。好，那我们看到金币六这一张牌，它讲的是一个帮助、支持，或者是说一个关联性哦。那我觉得出现这一张牌，代表说，其实这个人呐，他在你跟他的关系中，他是一个蛮大方的人，他是一个蛮乐于付出的人哦。那这个大方也包含了金钱层面，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很会赚钱的，或者是说他的赚钱能力是比你强的。我觉得他会愿意在金钱方面多去为你付出一些。那如果今天呢，他的特质是在其他的方面哦，比如说他是一个很会整理家务或者是很会做菜的人，他也会用他的那个特长来去为这一段感情做一个奉献。也就是说呢，你们两个互相是给予者，也是互相是接受者，那两个人都会在这种给予跟接受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而且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一个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善意的，就是他有一种我想要给予你某一些事物的这样子的心情，然后这样子的心情是因为我希望对方可以得到快乐。同样的，我觉得接收到这个善意的人，他也会想要去付出一些行动来作为回馈。所以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平衡的关系，这个平衡是对你们两个而言，也许就外人的角度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
在你跟他的关系中，怎么都是他在金钱上提出一些就是帮助，或者是说照顾，然后觉得你付出的比较少在金钱上，这是一个举例。那可是就你们两个而言，你们完全不会这样子看，就是你们两个都会觉得今天这样子的付出跟给予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去计较，因为这个平衡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平衡，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公平。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 AA 制，你付多少我就付多少，然后你在家务上我们1/2等等，那个是绝对的公平。可是我觉得你们心中是相对的公平，因为对方给予的是你所想要的，而你所付出的那个东西也是对方非常珍惜的。那我觉得你在需要支持的时候，这个人绝对会作为你的一个后盾来帮助你，来给你支持。好，那金币3呢，在这张牌啊，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你跟对方的这个交流啊，是一个蛮舒服、蛮快乐的一个感情哦。它会让你从一个比较压抑，或者是让对方从一个比较压抑的状态中走出来。这张牌它代表了一些活跃的能量，心情上的一个愉快，以及某一种资格的提升哦，有可能。你们呢？你们因为这一段感情而获得了身份上的改变、阶级的提升，离开了旧有的所处的一个环境，进入到一个新的这种文化或新的一个环境，或是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等等。那我觉得这一张牌它有一个向上提升的感觉，你或者是对方都会因为这段感情。在人生上有一个升级的感觉。那这张牌啊，也有代表的，我觉得在工作上哦，这个人他是一个充满专业技术的人，而且他的这个努力，他的技术是获得人家所认同的。他是一个其实前面就已经有这个类似的能量，他是一个会有实力，因为实力而赢得别人赞赏的人。那有一些朋友在这张牌出现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会是在工作上相遇的，或是说你跟他是在同一个领域的人，你们在工作是可以互相交流，也有可能是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客户的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人的出现他是可以给你在工作上提供一些点子，或者是可以给你一些资源、一些帮助等等的。也有可能因为你跟他关系的结合之后呢，你的这种工作运就会比较提升等等。就是我觉得这段感情跟这种工作啊，其实会有一种连结感。这个连结也许是对方是一个可以给你提点的人，或者是说你跟他是可以一起共同打拼的伙伴等等。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其实会拥有很多的金币的能量哦，也有可能一个人是这种主内，一个人是主外，但是两个人运作的很好，因此可以去好像赢得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金币。那你们两个当中你进入到他的生活中，或是他进入到你的生活中，其实你们两个是存在的一种差异的，但是你们可以透过工作或者是思想上有一个连结对方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态度，或者是说你对待人事物的那个态度，那个细心被你所吸引。那可能就是你仅仅只是简单的做一个动作，或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话等等，就是非常非常的这种简单日常的那个生活，或者是说日常的工作，或者说日常的这种学习，我觉得对方就会蛮受到你的吸引的。他就是怎么说，你就是很对他的胃，投他的缘吧。然后不管你们现在身边有没有其他人我觉得这个人他都会想要去竞争你，或者是说他都会想要去等待你，他会想要去跟你真正的走在一起哦。他是一个蛮真诚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值得的人。好，那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牌卡，有关于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是宇宙要告诉我们的呢？我们看一下金币1、恋人牌、
金币9，好，哇哦，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金币1哦，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合拍，在工作上特别特别的合哦。那有些人呢，你们可能之前就遇过这个人哦，可是因为生活中的其他的事情等等的，有了一些交际之后，可能两个人错过了，或是说两个人因为一些误解而分开。但是金币1在这边呢，它是一张幸运牌哦，它有一种好的机会再次出现在眼前，它有一个旧人重逢的能量哦。那有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跟他可能是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的，两个人可能会是在不同的城市，或是不同的国家，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是在就是比较远的一南一北这种也有可能这个能量哦。可是金币1出现在这边，代表说这段关系不管它的情况是怎么样，不管有没有阻碍，它都是会进展，它都是会去往前发展的。最后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很有价值的机会去开展，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抓住这个机会，你们是可以让这个恋情真正的去成功，真正的去开花结果。因为我看见你跟他的互动其实是非常良性的，所以对于那些距离啊，那些其他的因素都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最重点的还是那个人嘛。如果你们今天要双向奔赴的话呢，这个人本身啊，三观合不合，以及对不对你的眼缘等等，那些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是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建立一个快乐的、互相承诺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会积极的、具体的去形成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恋人牌哦，我觉得恋人牌的能量，它给我感觉是有一点点的激情哦。这个人呢，其实好，在你们呢身体上的这个吸引啊，非常非常的强哦。你跟他，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异性恋的朋友，我觉得有一方就是非常的具有这种阳性的特质，另外一方是非常具有阴性的特质。那因为这样子的能量啊，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互相的这个吸引，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种谈恋爱的过程应该是蛮浪漫的，那个告白啊，那个相处啊，那个这种纪念日啊，那个日常啊，我觉得你们都会想要去有一些仪式感，或者是说都会想要去为对方做一些什么，都会想要去有一些行动的。然后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聊天啊，也是你们交换的讯息啊，成为恋人之后真的是有蛮激情、蛮甜蜜，各种对话都有可能哦。你们的这种连接，我觉得除了心灵之外，更大程度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身体上互相吸引，那个荷尔蒙的作用，那个能量非常的强。当然啦，心中的这个言语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这一组人呢，因为这边又出现了金币9，我觉得你的这个外貌外观以及他的这个外貌外观，真的都是彼此的理想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起来舒服，或是说那个声音听起来令人很愉快，就是很心动的话，有的时候你们可以接受的东西，可以包容的力量也就更大了。我觉得你们就是应该说，对于他来说，你的颜值很高；对于你来说，他的颜值也是令你所欣赏的。很多时候看了，或者说听了，心情就非常非常的愉快了。然后我觉得你跟他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就是彼此的频率蛮对位、蛮合拍的，就是有一种非常浪漫的这种激情的发生等等的。好。
那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动物的牌卡，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讯息。好，选择 Alpha of Vulture Two of Caretakers。 好，我们这边呢看到了有这个 intellectual， 就是他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能量。刚刚说过，这个人他的工作是比较烧脑的，也许他是需要去好像策划很多事情，或者是要去领导一些人，或者是常常要去跟人家沟通等等的，或者是他会需要去写很多的这种文字来去传达他的意见都有可能。他是一个这边有一个知识分子，有一个这种就是我觉得他的智力蛮高的，有一种学者或者是说很斯文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气质蛮好的人哦，我觉得蛮舒服的，而且看起来懂蛮多事情的，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且这只野狼它其实是一个领导者，它是野狼中的国王，他的眼神是很锐利的，而且这边有一种悠游自在、有余裕跟从容的感觉，他是一个蛮自信的人哦。那这边呢有一个选择哦。我觉得这张牌比较像是他的内心，其实他的内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我觉得他身边应该是很容易跟异性去攀援。那如果是同性恋的话，就是同性，他其实蛮容易去跟人家结缘的。那虽然他身边中有很多的机会，可是我觉得他都一直很清楚，就是不大会去乱来，很清楚他今天选择了 A 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所以他尽量去做一个不会让他后悔的选择。那这张牌又代表说，当你们两个的关系进入到比较深入，以及进入到可能要论及婚嫁，或者是说结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取舍，就是某些时候，其实你跟他的人生道路在遇见彼此之前，也许都会有不同的规划。那现在两个人为了走到一块，所以就是有一些抉择就是在这段关系中哦，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去考量，然后就是说可能彼此啊都要互相的去让步一些。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因为彼此要结合要在一起，会重新规划很多的事情哦。那这些事情啊会促使你们达到一个更大的合一，就是你们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人生当中会面临了很多选择，每一个选择它是一个机会，但是也代表了你们选择了 A 就必须放弃了 B， 你们选择了走眼前这一条路，而不是走旁边这条路，你们接下来看到的风景就会完全的不同。也就是说，你今天要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走下去之后，你可能要放弃了其他的机会，其他的森林，对方也是哦，或者是说你们会在生活形态上，在观念形态上会有一些调整。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呢，这些选择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小小的不同步。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会为了彼此的未来，朝着那个共识、共同点去看，就是两个人最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包含你们所最后的那个居住的城市、居住的地方是在哪里，以及你跟他要不要买房子，或者说要买在哪里，要不要生小孩，你们两个的这个相处模式，要过的人生，或者是说谈恋爱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会进行一些商量，一些协调。那虽然呢，彼此在面对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了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对立的能量哦。但是我觉得，其实两个人还是会好像
去沟通，然后去调和，是我觉得虽然是有一点就是小矛盾，但是不至于会吵得很厉害。你们两个都是能够去调整，因为你们两个最终的那个目标，最终想去的方向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心里都会有一个想要去建立家庭的那一种向往，你们两个都会想要去拥有属于自己的家，你们对于那种渴望、那种归属感是蛮强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遇到他的时候，他遇到你的时候，真的是谈的会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感情，想的也是比较远的。那最后啊，真的就是会朝向结婚的这个方向去走。有些朋友在听到这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的人生已经有一些经历了，可能你曾经结过婚，可能对方曾经结过婚。然后你们要再一次结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考量的事情是很多的，在这个选择上，也许旁边还会有很多的声音去好像加入到这个你们两个的关系中，也许你们要去顾虑很多人哦，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发展上还是蛮稳定的，因为两个人还是会想要为了在一起而去克服那些阻力，甚至是说这些阻力并没有会想要让你们分开，反而是加深彼此想要连接在一起的心。为什么呢？好，这边再一次出现了这张很有吸引力的牌，我们这边出现了命运之轮，我们这边出现了爱人，还有这个 attraction。你跟他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有点像是外表先于心灵，就是我看到你了，我先喜欢上你了，我再去了解你的这个感觉。你跟他有很多一见钟情很浪漫的能量甚至是就是看到你还不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很投缘，或者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看到他的那个形象穿着打扮，他站在那里的样子，光是这样子其实他就会让你非常的心动，那个能量就会去震撼到你的吸引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一开始真的是起于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呢两个人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们在心理上也是非常的契合，你们在这种三观上其实是可以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吃穿上面也是都可以配合的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会越相处越没有办法去放下彼此的手，越相处越觉得离不开对方，因此我觉得你们两个会越来越稳定，然后也越来越就是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加，决定想要跟对方共度一生，特别是这段感情到了比较后期的那个阶段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会非常笃定，对方就会是你今生最好的一个陪伴也许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已经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或者是说对方已经经历过人生中的悲欢离合，你们可能看见身边有一些朋友看起来很恩爱，但其实突然就分开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在这种社群媒体上秀一些很开心的照片，但其实上内心是不是如表面呈现的那样，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敏感度，所以你跟他谈的这段恋情也真的不是谈给别人看的，就是你们真的是想要找一个伴，然后想要跟他好好的去走下去。那我觉得这个陪伴，这个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也想要谈的是一个有结果的一个爱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你或是对方都很明白在这个人世中在这个人世间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有限，那今天命运把他送到你面前，让你们两个遇到，我觉得你们会去珍惜，你们不会去好像去看待或者说去放大
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不合，两个人的一些摩擦。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会用比较正向跟乐观，特别是对方，我觉得对方是一个蛮正向乐观的人来面对你们之间一些就是说在相处上的一些不合以及不同的那些相异，他会觉得那些相异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存在，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换人就可以过得更好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人对于感情是一个蛮乐观的状态。那当然他会那么乐观，也是因为一开始你们就非常的吸引他。我觉得就是外表看了这个舒服，看了开心之后，很多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容忍度啊就变大了，包容度就变大了，然后整个会让我感觉蛮阳光跟蛮浪漫的。好，最后再帮大家抽出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宇宙给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建议哦。好，这个是神圣的森林神谕卡。好，那再帮大家抽一张地球元素神谕卡，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牌。这一张好。好，第一张牌是 Foggy Bog， 这个充满浓雾的一个沼泽哦。这张牌我们讲的，它宇宙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要有耐心，就是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很多时候在聆听牌的当下，你们可能觉得你们好像被困住了，有一点动弹不得的感觉，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很像是在陷入一个沼泽中，然后前方充满了雾，看不清楚方向。其实这一张牌提醒你们，当你们身处在好像对于未来还很迷茫，或是说对于感情不知道何去何从，要该割舍这段感情呢，要结束一段关系，或者是说我该不该进入一段新的关系，以及我该怎么做才能够遇到我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当你对于一切还很迷茫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动弹不得的时候，其实这张牌告诉我们说要有耐心，就像这只白鹭一样，它的脚虽然在这个池塘中陷得很深，但是它其实在等待鱼的这个浮现，在还没有看到鱼出现之前，它其实是很安静很优雅的在保持它当下的那个状态，它也没有很鲁莽的一个前进。那其实这张牌告诉我们，虽然有些朋友你在目前你的身边确实是有一些障碍，而且它是一个可见的障碍，也许是一些不好的人事物的那个能量哦，确实是有存在的。但是其实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浓雾它是会散去的。你们现在只要保持耐心，保持好你现在的那个状态，有耐心等到浓雾散去之后呢，你们再采取行动，因为真相最终会浮现，就是你要的答案，它最终会随着时间会显现出来。那你们现在不要去心急，特别是当你们还没有办法清楚的看见前方的路、前方的光的时候，你们不一定要鲁莽的去前进，也有时候给自己休息一下，或是暂停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你们要听从你们内心的第6感跟直觉，有的时候眼前看似一些危险的东西，看似一些又是有阻碍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危险的，就请你们不要靠近。如果这个人给你的感觉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能量吸血鬼，你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个人的身上，或是在跟某一个人产生纠葛等等。其实这张牌有提醒你们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让你的那个情绪去压过你自己内在清晰判断的力量。其实宇宙相信你们是很聪明的，你们是很有智慧的。在困境来临的时候，在这个浓雾来临的时候，在可能一个
进退不得的局面的时候，你们只要稍微保持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这个阳光照耀起来的时候，阳光浮现的时候，浓雾就会散去了。好，我们第二张牌是 Electricity 这个电哦。这张牌它讲的是在荒野之中啊，这个天使，然后它有点像是被闪电击中一样，然后产生了非常多的光热的这个能量哦。那这一张牌出现在这里啊，我觉得有几种意涵哦。第一个是，我觉得你跟对方的这个相遇啊，真的是充满很多的激情的元素，一见钟情，就是这种很闪电的坠入到感情中，然后彼此真的是互相的投缘，很来电啦。然后这个转化啊，有点像是。我觉得你们身体就是整个都热了起来，就是我觉得会有很多脸红心跳的事情，不可描述的事情在你们中间产生，这个是蛮令人期待的。然后我觉得你跟他有一些朋友是有这个远距离的能量，你们会也许前期啊，你们会蛮透过这种视讯啊、打电话啊等等的，就是用这种靠着这个电子媒介来进行沟通。当然在这个沟通的内容哦，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会有很多浪漫或是肉麻的元素在。这张牌的能量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这个色彩很亮很鲜明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段很值得期待的恋情哦，它会让你的生活中充满非常多这种愉快的元素哦，就是因为这一段感情，我整个人都好像活过来一样，或者说重新活过来一样，我看待这个事物的人世间的眼光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有一种好像打开了眼睛，重新看见这个世界美好的感觉，或者是说你本身这的能量因为这个爱情有了向上提升的感觉。刚刚说过这一张这边有一个金币三，它本身就是一个往上一阶的感觉，突破了现在的这个状态，往前进，升到更高阶的那个层面。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能量上也有一个升级，甚至我觉得有的人就是阶层上的升级，以及整个生活状态被升级了，因为这个关系的结合产生的那个作用力跟影响是非常大，而且是非常正面的一个能量哦，非常令人期待的一段感情。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那个给你们幸福恋情的人哦，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哦？他已经出现在你们身边了呢，还是他正在靠近你们呢？首先呢，我们来抽出雷诺曼的牌卡作为对应的验证牌哦，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有31号跟11哦。好，那我们第一张牌呢是31号牌，它是一张太阳牌，而且它是一个正在升起，它是一个日出的太阳哦。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是属于蛮善良的一群人哦，就是你们的存在其实会给周遭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温度，会令人感觉好像每天升起的那个太阳一样。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为别人带来希望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你们的人格特质是非常温暖、非常善良的。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存在也真真确确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
人事物啦。我觉得不管你内心是怎么想的，你们表现在外看起来都是一个蛮乐观，就是蛮快乐的样子。就是我觉得你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太阳一样，好，很棒的一个能量哦。那第二张牌啊是这个骑士牌。这个骑士啊，他骑着马匹，那这个马匹啊，它正在往前走。这张牌呢，它代表的是一个讯息的一个传递哦，就是这个讯息会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也许啊，你们正在等，好像在等待一个什么样子的消息。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消息，它会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大家是可以去乐观判断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种一直悬在心上的那个问题，或者是说那个答案它是会出现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然后我觉得这个结果啊是你可以接受的，然后也是一个你可以去期待的，所以这张牌它有一个传递讯息，然后这个讯息我觉得是比较偏向正面的一个传递。然后接下来我们的11号牌，那11号牌这一张牌啊，它是鞭子哦。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三组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心中啊，会有一些小小的阴暗面，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那种有反复陷入同一个情境中哦，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中常常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在感情恋爱的关系上常常会好像被类似的人吸引，或者是说有这种类似的情节反复的发生。那这张牌呢，它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的时候好像太苛责自己了，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上你们会在一些事情上很坚持，然后不大能够轻易的去放下，然后不大能够轻易的去放过自己吧。然后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比较容易紧张啊，然后对于一些未知的事情心中是有一些担忧的。那另外啊，这个鞭子这张牌啊，它也有代表的是一个好像比较侵略性跟比较批判性的这种感觉。那侵略性它可以指的是肉体，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你们在这种就是亲密关系上，我觉得你们是蛮敞开的，蛮活跃的，也是蛮享受的。你们能够去放松自己，去享受，这也是就是侵略性一个敞开的一个解释。那另外呢，因为它也有一点点批判性的味道，也有可能这个批判是对外的，就是你们可能会对于一些觉得是就是一些规定啊规则你会看不顺眼，或是说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好像没有遵守一些规定，然后你心中的那个正义感会起来，就是你对于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也许你们会有想要去批判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朋友你们会去批评自己，其实外人看起来，我觉得你们就像阳光一样，其实是很美好的。但是有时候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你们就是怎么说呢？你们可能对自己比较要求完美吧，所以会在一些小细节上批评自己。然后这个是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对应到的能量。好，接下来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那位令人期待的好对象是谁呢？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呢？一起来帮大家抽牌。第一张权杖2，好，魔术师掉出来的太阳牌，你们都有太阳牌哦，不管是你跟他，你们都有太阳牌哦。我觉得你们的能量蛮对应的，而且有一种就是强的这种联手的感觉，你们都有这种令人带来希望的那个特质哦。然后我觉得属于你们的这个人哦，他其实离你们蛮近的，就是大家有看到权杖2一黑一白的2根权杖，然后中间呢其实已经有一些火花，然后有一些烟蒂，他们在
有一些烟雾在互相的传递，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属于你们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离你们很近了，有可能他是已经出现在你身边的人，或者是说呢，你们是这一种远距离的这种可能网络上认识的朋友，那你们谈得很愉快，但是你们处在可能不同的国家，或者说你们有一点遥远，所以你们还没有实际见过面。这边有这样子的讯息，可是你们其实就是彼此在这个网络聊天的时候，其实是蛮愉快的。那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跟这个人哦，可能有见过面，但是并没有说认识的那个时间没有很深，或者说你们虽然有见过面，但是并没有见过很多次，可能就是一面之缘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张牌的能量就是这里可能会有远距啊，可能有在网络上聊天，还没有实际的见过面，或者是说你们有见过，但是见过的次数不多，还在慢慢了解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已经被命运带来你们的生活圈中，但是你们还没有实际的被串联起来，还没有实际的认识在一起，就是你们中间还差最后一里路，所以我觉得对方有在寻找你，你也有在寻找对方哦。那这个人的能量啊，就像是魔术师的能量哦，我觉得他给人的能量是真的蛮好的，然后他可以好像把事情从无变成有，然后我觉得他可以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去看见很多的机会，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魔术师的能量啊，是一个不是很侵略性的能量，相反的，我觉得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能量是慢慢有一种渗入的感觉，就是不知不觉，然后你的心啊就已经被它占据的感觉。那我觉得你们在面对像这样子魔术师能量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们可以好像真实的把自己去敞开，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最真实的那个人格去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时候可能为了礼貌一些礼节，其实你们在外跟在内，就是对外跟对内的样子是有一些差别的。那如果呢，你用这个好像对外的那种样子去找你的另外一半，然后你不让他知道真实的你自己的话，这样子有可能会找到就是连接到错的那个能量哦。因为呢，我觉得你们要把你们最真实的那个自己，至少在亲密关系上，你要把你真实的那一面呈现出来，这样子呢，其实对方在寻找你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去发掘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喜欢你勇敢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他会喜欢你真实的那个面貌，反而不是你在外呈现出那些比较社交的那个态度。所以你们在亲密的这种关系上，在连结上，可以真实的勇敢的去做你自己。同时啊，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怎么说呢，把自己沉浸在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能量。我觉得它是一个顺流的能量。顺流就是说呢，你凭着直觉去做你现在所喜欢做的事情，你此时此刻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事情让你可以感到放松愉悦，然后好像也不知不觉时间就流逝了的那种感觉。你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那个频率就是你本身的频率会上升到一个层次，它是有助于你跟你这未来的这个伴侣的一个连接哦。然后我觉得你们其实不用太过刻意的去寻找，因为他这边是魔术师，我觉得对方是很有能量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会来找你，他会进入到你的人生中，并且跟你一起去跨越，一起去升级，一起去迈入下一个人生的阶段。然后
他是一个，你看太阳牌哦，他是一个非常友善、非常温暖的人，而且我觉得他给你的感觉非常的熟悉。你跟他认识的时候，你们其实不会有那个防备心哦，你们会好像很自然的跟他谈天，跟他说话。那我觉得这个能量是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啊，在这个人世间上，总会有一些人，你们相处起来就特别不合拍，或者是说，光是跟他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那个心里就会有压力，就算都不说话，就会有压力，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不会，我觉得这个人你跟他连接的这种速度跟连接的那个形式，那个节奏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美好的。好，那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牌卡要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好，圣杯7、圣杯10、权杖4。好，圣杯7这边呢，它有一个梦境跟梦幻的感觉哦。这边有非常多的杯子，然后它有往上的，也有往下的，它们是不同的姿态，有一点像是失去重力，然后漂浮在空中的感觉。然后它也有像是我什么都想要，然后有一点梦幻的感觉。那出现这张牌呢，我会觉得其实你跟他遇到的时候，你跟他的这种恋情有一点就是说在心中你们会觉得很戏剧化，这个是指在心中的那个感受，并不是说实际上你们的这种恋情是很波折起伏。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像是你们实际上其实是慢慢的发展，慢慢的认识，随着时间的加深，你们会越来越信任彼此跟喜欢彼此。但是我觉得你们相遇的时候那个激动就好像是迷失在梦境一样，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会非常的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吧，因为这个人应该是蛮属于你的这个理想型，然后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像是很美好的梦境一样，然后这种情境你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就会想说，我有这么样子的好运吗？然后我有这样子的幸运可以遇到我心中的这种理想的对象吗？然后这张牌还有代表的是一个诱惑哦，可能这个诱惑是出现在你这边，那可能这个诱惑是出现在对方那边。那如果呢，这个诱惑是出现在你这边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跟他相遇的时候，也许你当时身边还有很多的选择，也许你们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那其实会有很多的选择，也代表很多的诱惑，所以你们要好像细心的去关照这个能量，就是你不要被其他不相干的能量所迷惑的感觉。那如果这个诱惑是出现在对方那边的话，我会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蛮有魅力的人哦。他在认识你的时候，其实身边可能也是有一些在谈天在聊天的对象，但是呢他会去找到他心中真正令他陶醉的那股能量，所以我觉得最后你们两个的能量会对齐，会靠近。因为下一张牌我们就看到了圣杯10。那圣杯10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段时间酝酿之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像每一个杯子都好像倒出不同的色彩，最后呢在中间融合，变成一个五彩缤纷值得期待的一个未来哦。那从1走到10，10是代表最后的一个结果，它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对象，其实它是会需要花时间去培养你们的感情跟你们的一个信任。那这个节奏我觉得它会比较像是一个
不经意的感觉，就是慢慢的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升温。然后我觉得在你们两个的相处中，在聊天中，你们会去分享一些生活上比较细节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你吃了什么，或者是说你过去的感情经历，你的故事，他的故事，以及你对人生的看法，然后他当前的一个生活、一个事业，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规划等等。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分享，很多很多的交流，很多很多的表达，就像这个五彩缤纷的颜色啊，倒出来，然后融合在一起，你们会去诉说，你们会去倾诉，你跟他都会把某一部分的自己掏出来，坦诚相见。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交流，这样子的交换，会为你们的感情累积非常多好的能量，非常多开心的能量。这个能量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圣杯十它一样有一个很和平、很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呢，圣杯十它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你跟对的人在一起，而经营出来那种独一无二的愉快。那另外啊，它除了代表两个人的结合之外，圣杯十它也有这种家庭或是小孩，或是说你们共同去养育宠物，或者是说共同经营事业这样子的合作的感觉。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跟他可以真正的走向一个新的一个很棒的爱情，然后你们可以走到一个合一，不管这个合一是一个家庭，或者是说一个其他生命层次的连接，我都觉得那样子的连接会为你们的人生去承诺，两个人都会到达一个很有爱的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啊，你们的互动是非常有活力的，然后是可以比较不用担忧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无忧无虑、比较和谐的状态。就是说呢，你在这段关系中比较不需要去可能小心翼翼的看对方脸色，怕说我不小心说错了什么，或者是说做了什么事情对方不开心的话，就是会比较麻烦。那有的时候在爱情中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很在意对方，所以会比较小心翼翼。可是我觉得你跟他的连接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你可以在这样子的连接中感受到一个安全感，感受到一个被保护的感觉，也就是那种感觉谈起来，那种恋情谈起来，它是一个不会七上八下的感觉，不会这种起伏很大的心情。那也因为啊，我觉得你们前期这些交流、这些基础打得很好，所以当你们要往后去谈论比较深入的，比如说论及婚嫁，或者是说两个人结婚之后的那些事情，你们在那个阶段会发展的比较快速，前期可能会进展的比较缓慢一点，然后花一些时间来做彼此的沟通跟彼此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看到权杖四。那权杖四这张牌一样是非常欢欣鼓舞的感觉。我觉得你看这个圣杯十跟权杖四同时出现在这里啊，其实你们有一种沉浸在喜悦中，而且是这种很自由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过去经历了什么，你们可能觉得在感情中有一些束缚，或者是说有一些阻碍，有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限制等等的吧。但是我觉得在这段连接让我看到的是，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表达，去说话，去呈现你自己，然后有一个沉浸在喜悦中，而且是由衷的感到开心。那因为这一张牌啊，它有一种深刻的体认，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很像是镜像的灵魂。你有看到，就像中间有一面镜子一样，一黑一白的权杖互相对应。你们在这样子的连接中，会去发现到，去体认到说，其实你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精神上的连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身心灵都会感到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满足。而且我觉得因为对方的出现你们其实可以去放下一些
身上的一个重担，也许你过去身上有背负的一些压力，金钱的压力，或者是说心灵的一些状况等等，我觉得你会因为遇到对方之后，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去分享，或是说有人一起去分担，它是可以去被卸下来的。那我觉得你们今天呢遇到这个人哦，他刚刚说过，他有魔术师跟太阳的能量，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聪明的人哦。他在跟人际交往上的这个就是处理事情应该也是蛮有一套，蛮圆滑，或者是说很会跟人打交道。我觉得他在外啊，可能就是有很多需要快速应对的人事物，然后他都可以去处理得很好，他都可以有余裕去很从容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特质啊，就是在那些很多人的一个场合，在工作的场合，在学习的场合，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去经营的很好的，他是可以去游刃有余的。但是他对你啊，其实没有太多的勉强或是强迫，就是说，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个性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安静、比较内向的话，我觉得他不会硬是要把你们推到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你很不习惯的场合，然后要求你去进入那样子的环境中，我觉得他不会哦。如果你们是属于那种就是也是很开心、很开放，然后很喜欢交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你们的两个，他是可以跟你一起去分享这一些比较外在的外向的能量。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会去保护你，就是外面那些你比较不喜欢处理的事情交给他，那你可以好像就是安安静静的待在你的小空间的感觉。就是这一张牌它有一个你们在爱情中可以去喘一口气，可以去稍微休息一下，就是把以前的那些事情做一个总结，告一个段落。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段爱情，在这段关系，你们是可以去修身养息的。而且权杖四啊，它是一个受到祝福的牌，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哦，它不会是地下恋情，它不会是不道德的，它不会是需要去隐瞒的，它是可以去公开获得祝福的。那即使前期有些朋友前期你们可能也许这个人他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说他可能有另外一半，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可是我觉得最后那些东西会被告一个段落，他会为你去割舍放弃一些需要放弃的人事物，然后你们最后这段关系是可以公开的，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喝彩，大家的祝福的。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稳定，这个稳定很重要，稳定、安稳、幸福，让我感受到的能量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有关于这个人的讯息哦，我们还想要多知道一些。好哇，又是权杖哦，权杖一。好，权杖一跟金币一。好，我们这边有皇后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个性上会比较包容你的人哦。然后啊，我觉得啊，他是一个他会需要自己的空间去发挥的人。你看到权杖一哦，这边就是一根权杖，然后整片黑夜，整片天空都是他的。我觉得这个人啊，他有的时候他很需要他自己的那种私人的空间，然后他在这个私人的空间中，他其实是可以自己去跟自己对话，他可以去好像去观察，就是生命中的很多机会，他可能会在这种私人的时空，这种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会去看书、学习知识等等的。我觉得他会蛮需要这种静静的、安静的这种时间，然后这样子的沉静的时间是让他再次充电、再次学习。然后我会觉得权杖一跟这个金币一，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
有求知欲的人，就是说有学习欲望的人，可能他的工作，他的这个专业是需要不断的充实那个技能的，然后有很多新的事物要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他第一个，他有能力去学习，他有能力去吸收新知。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也有意愿，能力跟意愿结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在知识上，不管是这里的知识不单单指的是那种读书啊，有的时候更是一些智慧，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在知识在智慧上，他是不断的在增进，不断的在充实的。然后他的工作啊，可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有压力的情境，或者说他的这个学习啊，他是需要去处理很多的项目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于他的人生，他对于他的未来，他会用他的脑袋去思量，他会用他的脑袋去规划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走。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这个皇后的牌哦。皇后的牌呢，它跟国王牌一样，都是一个有主导性的牌。可是我觉得皇后的牌，它给我的感觉又比较温柔一点。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主导性，他是比较用强迫的方式，你就是要听我的，你就是要照我的方式做。如果你不照我的方式做，我就惩罚你，我就让你感到恐惧。但是这个人他这里出现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他是会用循循善诱跟引导的方式，会用正向的方式去处理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分歧点，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你们两个看法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是像我刚刚说的，他会用比较循循善诱的方式。我觉得循循善诱指的是，我觉得他其实啦，还是希望你可以多去听他一点，因为这一组牌的能量，我会觉得对方对自己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然后也会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在下判断的时候是比较正确的，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有一点，他会希望你去就是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了，已经开发过，或者说这个知识他已经研究过，他会希望你去听他的，然后你也可以去省了一些时间，但是他的方式是舒服的，不会让人觉得有压迫。另外啊，这张牌皇后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这种华丽贵气吧。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外面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他是一个不会怯场的人，他是一个有话题可以去交流的人，他可以去上台，他可以去侃侃而谈，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种气场，这个气势也是蛮强大的，而且他我觉得有的人这个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说半公众人物，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公司、他的组织、他的团体是那种需要公开露面的，然后很多眼睛会去看着他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们遇到他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蛮厉害，或是说蛮周到的人哦。在这样子的能量中，其实我会觉得你们是有一种被他包容、被他保护，他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做他的另外一半是蛮舒服的。他其实很多事情该做的事情他自己会去做好，你们不用太去操心，就是你们不用去叮咛说你这个要做那个要做，或是说家事什么分工等等，你要跟他一一条列他才会去做。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在他认为他应该要做的那些事情，在他的那个角色上他会扮演得很好，而且他有一种会将外面的那个事情处理好的能量。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个性是比较偏内向，比较偏安静，比较不擅长社交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蛮棒的，因为那些东西对方是喜欢，就是外在的那些比较跟人际交流，对方是喜欢也擅长，而且他可以帮你去处理。那如果呢你们本身也是一个喜欢 social 的人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可以一起在
外面在很多人的场合，在聚会中出现哦，然后可以有非常多的交流，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我们还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这个人的一个讯息哦。好，这张牌，宝剑骑士 ，Temperance，圣杯3，看一下这3张牌。那这3张牌啊，主要是想帮大家看一下你们遇到的那个场合时机，以及遇到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处哦。那我们首先呢，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呢，它有一个很快速的感觉，然后宝剑骑士也有一个像是。你看这个骑士，他有一点在防卫，他在看外在的事物，他有一点在小心翼翼的感觉，小心翼翼的在面对一些逆风或是一些挑战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你跟他遇到的那个时间点呢，我觉得你们可能正在处理某一个议题，或者是说在处理工作上的一个项目，然后它是一个有一点棘手的项目，你们正在处理，或者是说你们在面临工作的转换，或者是说人际上遇到一些议题，有的朋友可能是遇到一些需要跟法律有关，需要去解决的这个事情的那个情况，我觉得你们会在这样子。也许是对于人生比较低潮，或者说比较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对方就会默默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中。那如果能量颠倒的话，我会觉得也许有对方他是在工作非常忙碌，或者是说他被赋予重责大任，他接下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任务，然后他需要去判断那个情势，因为宝剑骑士他是一个比较警戒，也许他身边有很多的竞争者，然后他需要去仔细冷静的思考的那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你。那另外宝剑骑士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涵在，就是他在往前冲刺，或是说你在往前冲刺。你们在为你们的目标好像很勇往直前的时候，就是眼睛正在看着前方，然后高举着宝剑，想要去实现你们的梦想的时候，你们遇到了这个人哦。也就是说，因为这一组牌刚刚有说过，你们去做你们喜欢的事，你们去提升你们的频率，就越有机会去促成你跟他的这个缘分哦。所以这张牌也有一个意思是说呢，当你们的梦想当你们的眼睛直直的看着你的梦想，看着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方就已经不知不觉的被你所吸引，或者是说你们是在同样的一个兴趣的那种社团中认识，或者是说你因为要去学习什么样子的东西而认识这个人，或者是说你跟他认识的时候，你会谈很多你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你的梦想，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吸引他的。所以这个是宝剑骑士的这个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圣杯3跟这个 Temperance 这两张牌哦，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真的会相处得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相处它是一个非常平衡而且非常成熟的能量，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并没有一方是完全依赖另外一方，就是靠着另外一方，没有另外一方会死，我觉得不是这样，你们两个都是一个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蛮平和跟蛮平静的人。那你们两个在结合的时候，在相处的时候，其实不会互相的给对方压力。你跟他结合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非常多的这种冲突跟对立。思想上的不合，生活上的细节，那些东西都可以去调整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大的需要去大声说话，需要去摔东西的那种情境会出现。而且我觉得
你遇到他，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其实是跟你，或者说跟对方的梦想、跟对方的事业是有所牵连、有所关系、有所牵引的。也就是说，你们啊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身心状况，或者说处理事情的那个状况是比较成熟的，在经济上也是比较能够稳定下来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你自己能够去爱自己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会发现，其实身边的这个人，他这个能量正在接近你。有可能是这个人他其实以前曾经跟你连接过，或者是说他以前曾经在你们的这个周围，你们可能出现在同一个这种学校、同一个公司，或者是说同一个团体，或者说使用同样的软体，其实他就离你很近很近。可是在你还没有真正的去爱自己之前呢，你还没有真正把自己独立起来之前呢，我觉得你们也不容易去张开眼睛发现这个人。所以你们遇到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在精神上是独立的，你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你们两个可以共同的圣杯三，你们可以共同的庆祝，在精神上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成为对方的安慰，对方的后盾，同样的对方也可以成为你支持的那种安全气囊，可以成为你心灵上那个很强大的力量哦。你们两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段感情它并不是一个很急躁，或许也没有一些非常多戏剧化的情节，可是它就是这种不温不火，慢慢的走，然后细水长流，有一种可以比如说很老的时候啊，就是老公公牵着老婆婆的手，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散步，慢慢的走，然后就如当初初见的那样子的珍惜，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踏实，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日常，然后非常的温啊，非常的平静，非常的细节哦，它不会有那种很多的高潮起伏，什么生离死别，或是这种戏剧化的情节，我觉得比较没有，就是你们两个相处起来啊，有很多心灵层面的东西可以去沟通，可以去分享，有一个好像话匣子打开了就停不下来的感觉。好，然后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动物牌、野狼牌。好，哇哦，一样耶，一样的牌。这也是 Temperance， 就是你们两个就是融合的很好，虽然你们俩可能一个是太阳，然后一个是这种月亮哦，个性上是不一样。我觉得可能真的一个人他是比较外向，然后一个人是比较内向，比较不喜欢很多人的场合，会感到压力的那种。可是你们两个就是可以融合的很好。好，看一下这3张牌。好，那这3张牌啊，我们要来看的是你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是让对方很吸引、很喜欢的，就是对方的眼中他是怎么看待你的。我觉得对方眼中的你啊，就是跟他有一些蛮不一样的特质哦。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就是很喜欢看书的人哦，那他可能平常比较没有接触书籍，然后他看到你这样子静静的看书的那个样子，他就觉得好有气质哦。或是说你唱歌很好听，然后他被你吸引，很有可能是你们是这种比较会打扮，然后穿着起来就是很有这种气质，或者是说很有韵味，或者是说酷酷的、帅帅的，就是他就是特别的欣赏。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些他没有的特质，他是很喜欢的，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但是会因为这么样子的不同，这样子的异质，所以呢
才会彼此的相吸引。因为如果好像你身上有的东西他也有的话，他其实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然后你出现在他身边，真的让他看到了，好像打开了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让他会想要去探寻，让他会想要去追求，让他会想要去了解的更多。那另外这2张牌，一张是这种就是比较好像冷静的在处理事情，然后另外一张牌它讲的是一个弹性，心理上的一个弹性哦。那这2张牌我会觉得，其实对方眼中的你啊，也许你们是这种看起来比较弱，就是你们身上没有什么大炮，没有什么坚硬的外壳，可是你们的内在哦，其实非常的坚硬，非常的踏实，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家入侵的。就是你们可能是那种外柔内刚的人，你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其实你们会有很大的心理的这个弹性，而且你们可以冷静的去面对。我觉得对方眼中的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而且这张牌啊，你看这个野狼的眼睛有一种直直的盯着你的感觉哦。我觉得他呢，其实很欣赏你的一些人格的特质哦，有点像是你在他身边啊，其实也是给他一个很安定的力量。也许这个人在工作很忙，需要处理很多事情，或者是他在家族中需要去担负很多的责任哦。可是我觉得他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让他可以去勇敢面对，让他可以去复原那些负能量吧，或者是说让他可以从一个比较低潮的状况中恢复起来。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情绪价值其实很重要的，而且这里给我感觉一个比较特别的能量，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某些时候啊是有自己的那个敏感，跟自己的那个比较对于某些情况会有自己的敏感度，跟自己比较玻璃心的那个部分哦。可是呢，你们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对方眼中的你啊，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应该说你们可能不会让自己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去影响对方吧。我觉得对方其实会觉得你是一个心理非常稳定、非常强大的人哦，而且你们就是那一种好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也许平常是默默的不说话，可是一开口其实是蛮有条理，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去折服的。我觉得他对你们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欣赏的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讯息哦。吊人牌，圣杯10，好，圣杯10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真的要去相信，你们可以遇到一个跟你非常身心灵契合的那个人，而且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简单，然后非常的如鱼得水吧。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去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们是值得去拥有这一片彩虹，你们会值得去拥有这10个杯子，你们会去建立起属于你们真正的那个家庭。你们要去相信这件事情哦。我看到的是你们深深的被爱着，被爱包围着，而且不只有对方哦，还有你们共同建立或共同繁衍的那个后代。有的人可能是小孩，有的人可能是宠物，有的人则是你会纳入到对方的家人圈，或是对方会纳入到你的家人圈中。我觉得这种能量，它是一个可以扩散的能量哦。你们要去相信，你们要去相信，你们是值得被爱的。这个对的人，他会来到你们的生命中。那前面这张牌啊，它是一个吊人牌，吊人牌这一张牌，它会让我感觉到这个人哦，他其实，在遇到你之前呢，
他其实好像在处于一个他想要去摸清楚一个方向，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他的目标，他的方向。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疑惑，应该要怎么走。然后这里有一个吊人牌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停止不动，然后静下来，好好思考。第二个呢，它就是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它是一个头下脚上的方式，跟之前那个站立的方式不一样，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换一个角度，或者是说调到一个他可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去看待他自己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人对于人生啊，会有很多的体悟跟很多的反省哦。我觉得他在遇到你的时候啊，他其实很想要去看清楚你，看清楚你的一切，你的方向，然后他也可能会去先观察你一阵子，然后确定你就是他的那个对的人之后呢，他会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进展的是比较温的，比较和缓的，但是呢，真的是不知不觉，两个人不知不觉就谈在一起，或者说不知不觉两个人就住在一块了。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有那种一开始慢慢来，可是接下来会进展的很快速，特别是我觉得谈到这个有一个家论及婚嫁的那个速度是很快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他也是一个你可以去放心的人，因为他做决定之后，他不大会去改变他的心意。有的人是在感情中可能看了还不错，我就先告白，先试试看，先相处，然后如果不行的话，我再想办法分手等等，会有这种情况。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比较不会，他真的会思考的比较仔细，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对于他的承诺是非常的小心翼翼，他不是轻易给出承诺的人，可是他今天愿意捧着他的真心跟承诺来到你们面前，你们是可以好好的去收下的。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神谕卡的部分哦，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好，我们会抽出2张神谕卡，然后第一副牌呢是神圣的森林的神谕卡。好 ，Air Spirit Knowledge。好，我们第二副抽这个地球元素神谕卡。Power 火山。好，我们首先呢，这一张牌是1号牌 Air Spirit。这张牌它代表的是知识哦，它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张牌出现在这边呢，有几个意涵。第一个就是它要我们就是你们去用头脑想一想，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靠自己的直觉跟第六感，可是这张牌出现在这边呢，其实宇宙要告诉我们，你用你的理性去思考，而且去将事情想得透彻一点哦。在你迈出步伐之前，先停下来，先想一想，就是你们要做决定之前，要先把事情想得比较透彻，或者是说要一步一步来。那这个是有助于你们的未来哦。也许你在择偶上面呢，你不知道，或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到你适合的对象哦。那或者是说你一直都寻寻觅觅，也见过很多人，可是都没有一个令你心动的，或者是说你的感情有一些，你已经有对象，可是感情有一些挫折。那不管你们的情况是如何啊，其实这张牌有一点要告诉你说，把事情想得长远一点，去考量各种利弊得失，想一想1年后的你如果要达成某一个状态的话呢，现在的你应该去做什么，有点像是以终为始，先去想你最后要到达的目标，然后呢
慢慢的反推回去，你现在应该要进行哪一些方向，你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如果你们想要一段幸福的恋情，那你自己是不是要先把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是不是要先给你自己爱呢？那你不要对外在的事情太立即的去反应，也不要对现在你所处的那个环境中的一些人事物，好像对方说了什么，你就很立即的去反应回去。我觉得这张牌有让你们先退一步，先想一想，而且我觉得宇宙也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讯息跟很好的提示，慢慢来，深呼吸。我觉得你的那个内在的知识，那个深度跟广度其实是很够的，它是可以去引领你走到对的方向。这边其实有一艘船哦，然后这个船的前方它好像是一只天鹅的模样。那这个女生啊，这个天使啊，她其实是有自信的，也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走，但是呢，在走之前，他会停下来想一想，然后每一次遇到分岔路口的时候呢，他也会再去确认，反复的去确认之后呢，充满了信心向前走。我觉得这一张牌告诉我们的是，其实你们内在是有那个清晰的智慧，你们的内在是有那个能力去做决定，你们也知道自己未来应该要怎么去达成你美好的未来。但如果你过去感到很迷惘的时候呢，我觉得宇宙其实告诉你是你们没有，可能你没有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的去把这件事情想透，一旦想透想明白了之后，其实真的就是无所畏惧的感觉。好，那我们的第二张牌，它是这个火山的力量，非常有力量的这个火元素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其实火呢，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它今天呢可以为我们发电，可以为我们带来温暖，但是同时呢，这个火啊也可以把一切有形的事物燃烧成灰烬，所以端看你们怎么样子去运用哦。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内在是有这样非常活跃的能量哦。如果它表现出来是愤怒，它可能会吞噬你的心，但是如果它表现出来是在正向的、有意义的、建设性的那个项目事情上，它也可以达成一个很大的成就。但如果用在爱里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的会让人想要去好像跳入里面被融化的感觉。其实你们是一个非常能够去付出爱，也非常懂得爱的一群人哦，你们内在绝对有这样子的能量，而且我觉得你们将自己内在这个火元素的能量打开了之后啊，其实真的很多人会被你吸引，而且这个吸引啊，不只只有情感层面上很多的缘分受到牵引，另外我还看到的就是金钱钱币也会过来打开你们内在火元素的能量哦。不要去压抑自己，就是我觉得放胆的去尝试你想做的事情，真的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不论是这个缘分或者是说金钱，我觉得它都有一种源源不绝，或是说就是不停的向你流来的那个感觉哦。好，你们是一个很强力的这种吸引力磁铁。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